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肖战与徐克导演见了两面，定下演郭靖，当时不敢相信。由徐克导演、肖战、庄达菲、梁家辉、张文新等主演的《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大年初一上映以来，票房过4亿，创下内地影史春节档武侠片票房冠军。内地影视武侠片单日票房冠军。近日，徐克携肖战、庄达菲、梁家辉、张文新做客中国电影报道的蓝宇会客厅。徐克导演表示，选演员一半靠逻辑分析，一半则凭直觉，最终觉得他们可以胜任，才会选择让他们出演。徐克导演坦诚，金庸小说不好拍，第一太长，第二人物太多，第三感情太丰富，只有《射雕英雄传》主要集中于黄蓉和郭靖，从降龙18掌、九阴真经等各种武功绝学的一招一式视效呈现，再到《射雕英雄传》中各式人物的成长与复杂关系的呈现。徐克导演坚持以当下所身处的时代视角去钻研、去改编，与时而变，超越自己。徐克认为，在创作一部故事时，首先需要深入挖掘人物，这是整个故事的灵魂所在。不仅要剖析人物当下的心理状态，更要探究他们做出每一个选择的内心动机。带着这些问题，剧本从人物出发，逐步构建起整个故事的框架。而说到人物的选择，就不得不提到演员的选角。徐克表示，观众看过许多不同版本的《射雕英雄传》，对于这些经典人物形象早已了然于心。如果人物是我们精心设计好的，但找不到合适的演员来诠释，那就会陷入困境。我们常常会为找不到能够完美呈现角色的演员而苦恼，甚至可能因此无法将这个故事完整的呈现出来。在我的记忆中，就有过好几次这样的经历，所以当遇到合适的演员时，我会像一个推理探长一样，去深入了解他们是否能够契合我心目中的那个人物形象。这其中一半靠逻辑分析，一半则凭直觉。经过多次讨论，观察他们在谈话中的表现，最终觉得他们可以胜任，才会选择让他们出演。回忆起第一次见肖战，徐克说两人聊了很多，聊他以前演戏的经历，包括与导演、剧组的合作情况，以及他对剧本和人物的看法。通过这些交流，我们试图找到他与角色之间的契合点，挖掘出他独特的气质和性格。肖战讲述说，当时徐克导演问了他很多问题，比如看剧本的习惯，在剧组拍戏的习惯，如何理解人物和单场戏，以及日常的一些爱好等。我看剧本的习惯是关注故事的结构与发展，以及是否能够打动自己。与徐克导演见了2次之后，工作人员告诉肖战，导演决定让他出演郭靖。当时我不敢相信，觉得不可思议。对于这版郭靖，徐克对肖战和扮演黄蓉的庄达菲提出的希望是，这是一个摇滚版的郭靖和黄蓉，就像摇滚乐手一样。肖战笑说，我们俩当时对视一眼。肖战对于导演的这一要求，理解是投入与专注，全身心的投入，就像摇滚乐手在舞台上尽情释放一样。对此，徐克解释说，我觉得音乐人很自我，他们需要投入，才能与音乐产生共鸣。我们常常担心有些演员会过于理性地分析人物，过于冷静，最后无法真正投入角色。但如果是一个摇滚乐手，他们很容易就能将自己的情绪融入剧情之中，用音乐的效果去感受剧情的所有情绪，这对表演是有帮助的。另一方面，徐克觉得每次看乐手表演，无论是在穿着打扮、舞台走位还是表演风格上，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不会与其他乐手雷同。除非有些人是模仿某个乐团偶像，否则乐手们都有自己独立的性格。
如果演员能够从精神上与角色接轨，找到自己独特的表现方式，那么艺术就是相通的。《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中有很多骑马戏，演员们都进行的骑马特训。庄达菲揭秘，影片中一场郭靖和黄蓉策马奔腾的戏看着很帅，实际上两人嘴里都在温柔地哄着马，安抚他们。肖战说他们有一段时间天天都在进行骑马训练，每个人都有自己专属的一匹马，每天都与他们相处。在拍戏时，他跟自己的小红马说的最多的就是乖，一直鼓励他再坚持一下，再来一条就行了。肖战说他还比较小，所以我要告诉他要乖，还要摸摸他。对于说蒙语，肖战说他的秘诀就是形成肌肉记忆，要说得非常熟练，如果边想边说，在镜头里就会很明显，以至于最后和大汉对峙的戏份，台词到现在依然记忆犹新。而他训练蒙语的方法就是多听，老师说一句，自己跟读一句。相比于吊威亚，骑马和学蒙语就不算什么了。肖战、庄达菲、张文新异口同声表示吊威亚最难。肖战认为吊威亚很挑战演员的平衡感和核心的控制力，还要在失重状态下去寻找发力点。庄达菲也说自己有过在吊威亚时的崩溃时刻，因为越紧张，动作就会越急，然后就会变形，就要更多的告诉自己记好动作，就放松了。而在演完郭靖后，肖战说他郭靖的坚持不懈以及遇到困难时迎难而上的勇气是他最欣赏的，也是他在生活中想要拥有的和想去做的。肖战演郭靖用一招就看热血了。在每个人的童年记忆里，或许都有一个行侠仗义的武侠梦，想象着自己一袭白衣，仗剑天涯，路见不平便拔刀相助，那是独属于年少时光的热血与憧憬。而当电影《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在大银幕上激情上演，那些曾经只存在于想象中的武侠世界，就此鲜活地呈现在观众眼前，让无数人心中的武侠梦再度熊熊燃烧。影片中，郭靖与吸毒的首度交手，堪称全片最为精彩的桥段之一。当吸毒那诡异且凌厉的攻势如潮水般涌来，郭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局势一度陷入绝境。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郭靖使出了那威震江湖的降龙18掌。只见他双掌翻动，每一次出掌都带着排山倒海之势，雄浑的内力汹涌澎湃，仿佛能冲破一切阻碍。这是降龙18掌在这部电影中的首次惊艳亮相，那一招一式都精准地落在观众的心尖上，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压箱底的这一招，不仅仅是郭靖逆转危局的关键，更是点燃了观众心中的热血。这一招打出，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将整个银幕都震得发烫。那股强大的气场，似乎能冲破屏幕的界限，弥漫在影院的每一个角落，让观众们也不禁为之血脉奋张。看着郭靖在银幕上以掌力纵横捭阖，小时候那些跟着感觉运气出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曾经，我们在自家的小院里、房间中，模仿着武侠小说里的大侠，胡乱比划着招式。虽然幼稚，却满是对武侠世界的向往。如今，这些想象中的画面终于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影像，这种奇妙的感觉难以言表。从最初阅读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那些文字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打开了一扇通往武侠世界的大门。郭靖、黄蓉、洪七公、欧阳锋，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在脑海中浮现，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爱恨情仇，他们的侠义精神，都深深烙印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而现在，电影将这些文字具象化，将那个刀光剑影、侠骨柔情的江湖完整地呈现在我们眼前。郭靖的憨厚正直，黄蓉的古灵精怪，吸毒的阴险狡诈，
每一个角色都被演绎得淋漓尽致，让人仿佛真的置身于那个风云变幻的武侠江湖之中。武侠梦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它承载着我们对正义、自由和英雄主义的追求。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或许无法像大侠们那样飞檐走壁、快意恩仇，但在武侠的世界里，我们可以尽情释放内心的渴望。当我们看到郭靖坚守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信念，在面对外敌入侵时挺身而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保卫国家和百姓，这种伟大的精神让我们深受感动。它让我们明白，侠义不仅仅是高超的武艺，更是一种担当，一种为了正义和国家无私奉献的精神。电影《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的热映，无疑是给所有武侠迷们送上了一份珍贵的礼物。它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有机会重新找回那份对武侠世界的热爱，再次感受那份热血与激情。它也让新一代的观众们领略到了武侠文化的独特魅力，让武侠精神得以传承和延续。走出电影院，心中的那股热血仍未消散。或许我们无法真的成为大侠，但在生活中，我们可以以大侠的精神为指引，勇敢地面对困难，坚守正义，做自己生活中的英雄。而这也许就是武侠文化带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